他是一名逐渐被人所遗忘的4星角色，他很优雅端庄，用他来进行跑图时，我甚至会产生一种违和感，总觉得像他这种形象的角色并不适合做这样的事。细细的品一杯茶，脱离于俗尘浮世，这才是他在我心中的形象。当然后半句可能有点夸张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思凡，本期是宁光的全方位攻略。他陪伴我在原神中走过了大半的时光，当初在公子池得到他也是怒抽了130多发，结果公子出了3个，宁光只出了2个，比5星还难抽。在开服的那段时间人气也是非常高的，可以看到各种宁光一个大爆发秒的啥的视频。但渐渐的直到现在，随着各种5星 C 的出现，宁光作为曾经辉煌过的4星 C 也算是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宁光强吗？综合来说可能比不上现在许多的主 C， 但他绝对不弱，对单能力甚至超过了当前部分的5星 C， 对群乏力也算是其一大缺点吧。那么还是按照惯例，从宁光的普通攻击开始说起吧。宁光的普通攻击有很多值得说到的东西，所占篇幅可能会比较长，还请耐心看完。宁光作为一个法器角色，普通攻击绝对是原神中最特别的存在。他没有攻击段数，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普攻招式。我们知道每个角色都是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普攻招式的，每次攻击的第一下那就是第一招，第二下就是第二招，打完了一套就重复一遍，但唯独他是没有的，就单单一个倍率，普通攻击伤害，而且这倍率看着还很低，10级 50.4%， 但也是看着而已。宁光的每次攻击都是2段伤害，每次的普攻它是会发出2颗宝石的，所以这个倍率一般来说是需要乘以2的。每一次的攻击命中敌人后会赋予宁光1颗星璇，悬浮在宁光的背后，最多存储3颗。仔细看的话是可以发现每颗星璇的颜色是有所不同的，星璇会随着宁光的重击一起发出。每颗星璇10级的伤害是 89.3， 宁光重击的伤害是313，看得出来宁光主要的攻击手段就是重击。受到固有天赋4的影响呢，当星璇存在时，宁光的重击是不会消耗体力的，所以可以得出宁光最佳的输出手法就是普攻和重击穿插使用。但在使用过程中，我们或多或少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这次重击挺顺滑的，这次重击感觉有点慢，那么原因出在哪里呢？其实如果你有留意过宁光的普通攻击，就很容易会发现宁光的普攻是分左右手的，左手一下，右手一下，转个身再来一下，而重击却是只有左手的。这就导致了每当你在左手普攻完接重击时，你就会觉得重击特别顺滑，而当右手普攻完接重击时，你会觉得有点卡顿，因为整一套的普攻下来，角色的动作是很流畅的，包括换手这种细节，左手普攻的起手动作和重击起手动作都需要一个抬起左手的动作，所以当左手普攻接重击时，重击的这段起手动作就可以被忽略掉。而右手普攻完，我们仍然是需要抬起左手这个动作的，所以就会显得重击变卡顿了，没那么顺滑了。当然这点肯定也是策划故意设计的，也算是稍微增添了点趣味性和操作性，说实话我还挺佩服的。问题来了，宁光的普攻动作是否有规律可循呢？是否遵循着左手一下右手一下然后转身再来一下这种规律呢？其实稍微研究一下就会知道，完全没有规律。有时会出现连续2次右手的情况，有时会出现连续2次左手的情况，甚至假如你掌握好时间间隔，还能做到只用左手的情况。并且每次普攻的起手也是不固定的，这次也许是左手起手，下次也许就是右手起手了。所以想要在实战中打出更顺滑的操作，可以试着掌握好时间间隔，也就是攻击的频率，这样打出来的普攻会尽可能的规律些，并且要做到左手普攻完再接重击，会提高不少输出的效率和手感。关于普攻还有几点需要注意，第一个就是走 A， 这是一个广泛应用在 MOBA 类游戏中的术语，具体操作就是攻击移动攻击移动，但 MOBA 里的走 A 并不会真的提高你人物的攻速，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资料了解一下。回到原神里来，原神里的走 A 会提高攻速吗？会，和 MOBA 游戏的机制还是有本质上区别。原神的这个攻击间隔本质上还是后摇，可以利用人物的移动来取消掉，快速进行下一次的普攻。一组对比视频，很明显看得出使用了走 A 技巧的宁光攻击速度更快了。走 A 的技巧也很简单，在原神里你只需要一直按住移动键，然后狂点攻击键就可以了。第二点的话是攻击的自动锁敌机制，宁光的普攻和重击都是可以自动导航的，这点对比弓箭角色很 nice， 但攻击弹道是一个大问题，实战中基本都是有弧度的，所以是很容易出现攻击被障碍物阻挡的情况的。有些时候攻击弹道也会很诡异，明明就在脸上，却非得绕个大圈，这个我只能建议 ADC 不要贴脸输出了。第三点是关于宁光普通攻击的削弱能力，是堪比大剑的。众所周知，岩元素对岩盾特攻，我打我自己。宁光的攻击丢的都是宝石，而且还一次丢2颗，2颗都砸在石破上，4下就能打掉1个石破，削弱能力还是不错的。假如你的攻击连续打中大型怪，大型怪也很容易被你打出僵直，小怪只会被打得一直浮空。
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凝光的下路攻击虽然也是延主性伤害，却是没有削弱能力的，为0。关于普通攻击应该是啰嗦完了。普通攻击作为凝光的主要输出手段，仔细去分析还是有很多细节点的。个人推荐攻击手法要么夜翼重击，要么3翼重击吧，卡住左手重击的时间点是关键。元素战绩，凝光的元素战绩和大多数岩系角色一样，会创造出一个岩造物，凝光的则是很符合其身份的屏风，借由黄金、黑曜岩与强者的余域构建出坚固的玄机屏，并造成岩元素范围伤害。强者的余域是什么精神力量？在无任何干扰的情况下，玄机屏会在场上存在大概30秒，其效果是阻挡敌人的投射物，像是丘丘人的弓箭、火枪的枪击、波斯兰姆飞弹，还有深渊法师的普通攻击都是可以阻挡的。水法的水炮也可以阻挡，但像火法这种贴地火焰攻击是不行的。冰炮的这种近距离冰雾喷射也是不行的。玄机屏存在耐久度，就是生命值，会被攻击提前击碎，耐久度会按百分比继承凝光的生命值上限，血还是挺厚的，10级是 81.6%。场上有且只能同时存在一个玄机屏，所以就别想着4面都立个屏，做个铜墙铁壁之争了。配合固有天赋5使用，穿过玄机屏的角色会获得 12% 的岩元素伤害加成，持续10秒。当然，即便你来回穿，这 12% 的岩伤加成也是不会叠加的，只会刷新持续时间罢了。关于玄机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玩法，这个玩法需要解锁2命。当玄机屏碎裂时，会清除元素战绩的冷却时间，该效果每6秒只能触发1次。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碎裂有几种方法：自然碎裂、被打碎、被另一个玄机屏挤碎、因大招释放被迫碎裂、因为地形直接碎裂。大部分都比较好理解，稍微解释一下其中的几种碎裂。因为场上只能存在一个玄机屏的设定，所以当我们释放第2次战绩时，第1次的玄机屏就会强行碎裂。此时你会发现玄机屏技能是没有 CD 的，说明触发了命座2的效果。当释放大招时，玄机屏会强行碎裂，这个没什么好说的，是设定。地形会导致玄机屏直接碎裂，比如中离的柱子，还是您比较硬啊。所以这个天赋命字有什么用呢？该怎么用呢？第一，打快速爆发，如果你合理使用的话，就能打出一波双玄机屏加大招加玄机屏的爆发操作。其中释放大招前需要打一个普攻重击，等待命座2效果的6秒冷却，不然打不出最后这下玄机屏。第二，玄机屏的冷却时间就相当于变成了6秒，合理应用大招和战绩会使玄机屏碎裂的技巧。理论上战绩的平均冷却时间会更短，得益于2命，元素战绩也是变得有操作性了起来。总体来说还是非常有意思的。玄机屏的有趣应用，岩元素代表的是重量，所有岩造物也都是存在重量的，岩属性的生物也不例外。所以和岩主的荒星、中离的柱子一样，玄机屏也是可以激活需要2个角色才能激活的机关的，只不过需要注意摆放的位置。元素爆发，凝光会在身边凝聚诸多宝石，自动锁敌打击敌人。假如附近有玄机屏存在，玄机屏会碎裂，并生成额外的宝石对你协同攻击。玩很高冷，他不告诉我们到底生成了几颗，你自己去数。那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只能自己去数了。大招是6颗，玄机屏生成的也是6颗，也就是总共12颗宝石，10级倍率每颗157。对单的话伤害非常可观，对群就一般般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玄机屏生成的宝石攻击是有延迟的，如果人物和玄机屏之间距离比较远，或者是怪提前死了，那么他会有自己的想法去攻击附近的怪，有可能是乱飞，总之比较容易打空，使用时还是需要注意一下距离。关于这个生成的宝石数量，其实我还有一个疑惑的，我不知道这个和大招等级又或者说是角色等级是否突破有没有关系，因为我看有的人说是5颗，有的人说是6颗，还有人说是4颗的。我是因为凝光已经80级突破了，无法证实这一点，所以如果说错了还请指正。命座1命普通攻击变成范围伤害，短短一句话，你知道提升有多大吗？这个范围还真不小，效果差不多是这样，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凝光对群乏力的缺点，还可以提高伤害上限。2颗宝石打在2个史莱姆身上，原本可能是1人1颗的伤害的，变成范围伤害，那就变成了1人2颗的伤害了。不过要是敌人之间距离都比较远，那就相当于没有提升了。2命前面讲过了，虽然很多人把2命当成凝光的核心命座，但我还是觉得2命是提高了凝光可操作性的一个命座，1命才是核心命座。4命会提高玄机屏附近所有角色 10% 的全速抗性，凝光的小身板还是挺脆的，但说实话 10% 的提升就牛一毛。6命释放大招时会为凝光生成7枚星璇，因为我没有6命，所以只能是简单的云一下。我一开始是以为只是6颗宝石变成了7颗，不过这也明明白白的写着的是星璇，1颗的倍率是 89.3， 7颗就是 625.1 的倍率啊，极大的提高了对单爆发能力，还是比较值得的一个命座。小结，凝光最大的缺点是对群乏力，只是比对单输出的话是比很多五行 C 都要高的，所以最好能抽到1命吧。虽然产生不了质变，但能缓解对群压力。
二命也不错，量力而行吧。武器推荐，法器角色的输出武器选择感觉真的不多，5星武器四方原点、天空之卷、城市之锁都行。4星武器最推荐月卡武器侠里日月吧，外观上也很契合凝光，效果也感觉是量身定做的。嘟嘟可故事集也还行吧，免费的满金武器，效果也还算契合。流浪乐章打爆发还不错，但要是摇到了精通脸再黑一点，这武器是不是没有效果啊？所以不建议非球使用，随机性太大。其他4星有啥用啥吧，适合的都可以。剩遗物选择逆飞流星4件套2延2决斗，除此之外的不做推荐。只能说当前版本对炎 C 来说，合适的剩遗物也就那么几件吧。配对环节，炎是孤儿属性，这话真不是乱黑。策划其实一开始就把炎属性设定成了一个辅助属性，直观表现就是反应只有结晶盾，所以炎 C 其实是很难去设计的。只是调倍率的话，我也会。角色动不了，所以策划就更改了双眼共鸣的效果，拔高了炎 C 的输出下限。看一下双眼共鸣的效果吧。护盾强效提高 15%， 护盾强效这个效果是只对角色本人生效的，切换了角色效果就会消失了。15%的护盾强效，如果是1万的盾，直观体现就变成了11500的护盾。不过这个双眼的护盾强效加的是全队角色，所以大家都一样，不存在切换角色护盾会变薄的情况。然后是当护盾存在的情况下，注意这个是大前提，角色造成的伤害提高 15%， 受到攻击的敌人减少 20% 的炎元素抗性。这两个效果在没有护盾的情况下是不会生效的。减严抗的效果也不是立即就有的，只有当敌人受到了1次攻击之后才会生效，这点需要注意。通过双眼的效果可以发现护盾是很重要的，所以很简单，钟离的护盾是最稳定的，有钟离在基本上是能全程享受这个效果的。没有钟离的话，炎系的结晶盾也是比较容易获得的。凝光全身都是炎元素伤害，碰到其他元素都是能生成结晶盾的，还是比较方便的。钟离加凝光这个配对也是我使用的最久的一个配对。钟离作为炎队充电宝，柱子和屏风的共鸣产球还是很重要的，可以极大的加快大招循环。虽说炎造物再多，产球的也只有钟离的柱子吧，但就我那么久的深渊体验而言，有炎造物共鸣和没炎造共鸣的充能效率确实差的比较多。双炎的输出还是比较平稳的，最大问题是破盾，所以剩下的2个位置我们只需要带2个挂件即可，这2个挂件也不需要练毒，能破盾就行，最好有辅助能力，这也算得上是双眼队的优势所在吧。可能大家也听过双眼代购，只不过这个双眼队指的更多是钟离阿贝多和钟离炎主。除了双眼队，我们也可以组3眼甚至是4眼队，钟离必须，凝光炎主阿贝多女仆任选其3。当你完成了这个配对，你会发现这个游戏只需要站着不动丢大就好了，突出一个安逸。总之炎队现在基本上是可以自洽了，凝光也最好绑定炎队，其他的配对我不做推荐。璃月七星之一的凝光说她是富婆完全没错，但我觉得富婆这个字眼未免粗俗了点，用来形容她还是不太合适，也许高雅会更准确一些。从人物设计到战斗设计，我觉得策划对凝光这个人物的把控还是很到位的，没有给他一些很华丽的招式。如果凝光像枭一样充满了机动性，那和人物形象割裂感就过于强烈了。站桩法师，我觉得这是对凝光最好的定位，不是舞枪弄剑，只是小手轻轻一挥，敌人倒下了，整个璃月商界的风向也会随之改变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的全部视频了。如果觉得有帮助到你，还请点个赞，点个3连，当然关注是最好的了。我是思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